清晨，东方出现第一缕阳光，鸽子在窗台发出咕咕的叫声，阿訇的诵经声在扩音下划破寂静的笼罩。随后，这种具有魔力的哼唱四散开来，绕过千年沧桑的石柱，走过暮气温柔的街头，以不同的音高、节奏和力度，从整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传来，最后消失于高墙深院之中。伊斯坦布尔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Istanbul was Constantinople, now it's Istanbul, not Constantinople, been a long time gone. Constantinople, now it's Turkish delight on a moonlit night. Every gal in Constantinople lives in Istanbul, not Constantinople, so if you've a date in Constantinople, she'll be waiting in Istanbul. Even old New York was once New Amsterdam. Why they changed it, I can't say. People just liked it better that way. So, take me back to Constantinople. No, you can't go back to Constantinople. Been a long time gone. Constantinople, why did Constantinople get the works? That's nobody's business but the Turks. Istanbul. 虽然安卡拉才是土耳其的首都，但作为土耳其最大的城市，伊斯坦布尔有着超越首都的浓厚魅力。这里曾是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以及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也是古丝绸之路在欧洲大陆的最后一站。西方人觉得它像东方，而东方人觉得它更像西方。它是唯一一个跨越欧亚两个洲的城市。左手欧洲，右手亚洲，用来形容伊斯坦布尔再合适不过了。对于这座城来说，很难有哪一个地方可以完全代表它。它的符号太多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圣索菲亚大教堂，还是蓝色清真寺，都是具有浓浓土耳其风情的名片。那我们就一起来好好看看这座城的过往与曾经，神游拿破仑眼中的世界之都。我一直觉得穿过一个城市的河道是解锁这个城市的最主要方式之一。如果河道很窄，我愿意找许多座桥，来来回回从不同的角度看它。而伊斯坦布尔近3700米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就只能乘游船来慢慢感受了。想必每个到过伊斯坦布尔的人都会记住博斯普鲁斯这个略显拗口的名字。博斯普鲁斯海峡是沟通黑海和马尔马拉海的一条水道，是世界上唯一横跨欧亚的海峡。它将伊斯坦布尔从中间一分为二，分割成为了亚洲和欧洲两个部分。海峡两岸的自然风光与历史古迹相映成辉，让我们这些摄影爱好者站在船头连续地释放着相机快门，记录着游船走过的岸边风光。岸上山峦起伏，绿树掩映中，一栋栋风格各异的建筑错落有致。这里有拜占庭时期的夏宫，有奥斯曼帝国的城堡，还有无数的私人别墅。过去与现在，豪华与朴素是如此鲜明地并存着。在这样的午后，吹着博斯普鲁斯的风，伴着海鸥的四处飞动，我们开心得像个孩子。在河道中穿行，更是从历史走到现实，看着千年风雨后的这座城市繁华依旧。这时你就会理解若干世纪前人们为何选择了这样一个非凡的地方，也会由衷地感叹伊斯坦布尔无愧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如果你问土耳其人在哪里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全部美景，我想他们一定都会异口同声地说出加拉达塔。
加拉达塔是屹立于伊斯坦布尔的永久地标，主宰着这座城市的天际线，看尽1000多年来加拉达区的沧海桑田。古老的塔身像是一部史书，裸露着的石柱材料诉说着悠悠岁月。登上塔的最顶层，跨进仅有60公分左右宽度的回廊，在呼啸的寒风中感受君临天下的豪迈和高处不胜寒的凉意。远道而来的我们站在这里，瞭望着金角湾的全景，居高临下地看着伊斯坦布尔的异国风光，从东边到南边，从西方到北方，从近处的教堂到远处的海湾。此刻灰蒙蒙的天空，挤挤矮矮的城市建筑，悠悠流淌的海湾，车水马龙的跨海大桥，以及飞翔的海鸟，与石塔上的我们同在。大家忙碌地按动着相机快门，记录着触动我们内心却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画面。领略完伊斯坦布尔的无敌美景，是时候深入了解它的过往，它的故事了。伊斯坦布尔是一个很神奇的城市，宗教更迭，教堂的属性也会发生改变。圣索菲亚大教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它是我眼中最特别的一座教堂。诞生于文化交融之地，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从最初的教堂到北穆罕默德2世费尽心思改造成的清真寺，再到它那隐藏的美被世人苦心复原而成为今天的博物馆。对于一座教堂来说，这样的经历在世上恐怕也很难再有了吧。尽管教堂将近一半都被临时搭建的脚手架覆盖着，但这丝毫不影响它的美。站在教堂里，最强烈的感受是空旷，人在这里是那么的渺小。高不可攀的穹顶和气势恢宏的大理石柱子带给你一种强烈的震撼。从四周窗户透进来的自然光线，给幽暗的教堂营造了迷幻的宗教气氛。仰头望着顶穹上方的圣母圣子像，宗教的感召力量那么的强烈。最令人着迷的是漂亮迷幻的吊灯，在闪亮的吊灯点缀中，圣索菲亚大教堂仿佛天国一样神圣美丽。那些难以洗刷掉的时代印记，复杂的历史背景，在此都融合交汇到一起。两个曾经水火不相容的宗教，就这样安静地待在同一个教堂里，奇迹般地让我们欣赏他们的和平。这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对面，就是大名鼎鼎的蓝色清真寺。我们现在看见两个建筑一起出现，会觉得很平常，但要知道，它们两个之间其实相隔了1000多年。现今，伊斯坦布尔有450多座清真寺，在这样规模盛大的海选中，蓝色清真寺绝对具有冠军相。它是伊斯坦布尔最重要的标志性清真寺之一。蓝色清真寺建于400多年以前奥斯曼帝国统治的伊斯坦布尔，那曾经是一个异常辉煌的时期。之所以称其为蓝色清真寺，是因为建筑内部使用了大量的伊兹尼克蓝色瓷砖，那种蓝衬托的清真寺纯粹无瑕，而清真寺中的马赛克拼画玻璃又华丽无比。建造蓝色清真寺未使用一根铁钉，建筑结构严谨，外观造型独特，400年间经历数次大地震，安然无恙。虔诚的信徒在这里闭目祷告，似乎已将外界的喧嚣隔绝开来，此时只需要听从你内心的声音。在伊斯坦布尔，如果说清真寺和教堂是窥探土耳其人精神世界的永恒殿堂，那么宫殿则是皇宫贵族声色犬马物质享受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个国家悠久历史的记忆。对于土耳其来说，就是托普卡帕宫，人们也称它为老皇宫。从15到19世纪，这里是土耳其苏丹的主要居所，见证了皇家的爱恨情仇。也有人戏称，在托普卡帕里发生的故事比世界上所有的博物馆都多。整座宫殿豪华而精美，
被描述为奥斯曼帝国时期皇宫的表率。我个人认为，它像是伊斯坦布尔的城中城，是整个老城区最值得一看的地方。宫殿总共分为4个庭院和若干奢华的小宫殿，即使走马观花也要3个小时。在这里，既能欣赏当年奥斯曼帝国的奢华宫殿，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还能看到很多珍奇异宝。身处老皇宫，你就会不自觉地去寻找曾经辉煌的过往故事，感受时光遗留下来的历史印记。既然有老皇宫，那么顾名思义，肯定就有新皇宫。当时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厌倦了托普卡帕老皇宫的陈旧和无趣，所以决定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建造一座新的宫殿，这就是多尔玛巴赫切宫，人们简称它为新皇宫。新皇宫顺着博斯普鲁斯海峡绵延600多米，高大宽广，气势恢宏，隐约透露着曾经盛极一时的奥斯曼帝国的辉煌与富庶。这座瑰丽的宫殿除了具有传统的奥斯曼元素外，还加入了巴洛克、洛可可以及新古典的西方建筑风格，使奥斯曼传统文化与西方艺术文化相互融合，达到了一个新的建筑境界。宫殿的后花园可以直通博斯普鲁斯海峡，精美的巴洛克风格的铁门向大海敞开，海景展露无遗，十分梦幻。白色的大理石和雪花石金银闪闪，雕梁画栋，在蔚蓝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映衬下，新皇宫简直美得让人心跳。皇宫完工期正值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时期，宫内极尽奢华的装饰与日渐衰落的国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座宫殿犹如时光缩影，见证了奥斯曼帝国由辉煌走向衰弱。它是一个载有帝国流金岁月印记的梦幻般的宫殿，也是众多风景中的亮点之一。在圣索菲亚大教堂西南方有一座不起眼的房子，如果不是门口排满了游客，你绝对不会注意到它。这里就是地下水宫，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也是土耳其必看之一的景点。从一道小门进入房子，穿过狭窄的入口，顺着稍显陡峭的石阶拾级而下，迎面而来的阴森感还是让人有点小激动呢。沿着栈道走进去，一排排巨大的石柱交互映错的灯光，营造出一种幽寂沉静的神秘之感。听着滴滴答答的水声时，恍若隔世的心情也会油然而生。这里原是6世纪拜占庭时期因战争原因而建的蓄水池，据说旧时伊斯坦布尔老城的居民总能在夜间听到地下有潺潺的流水声，却没有人知道其中的缘由。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考古学家在蓝色清真寺附近发现了一个庞大的地下水宫，才最终揭开了这一神秘现象的面纱。水宫之所以充满神秘色彩，还因为它所囚禁的邪恶神灵蛇发女妖美杜莎。在希腊神话中，凡人只要与她对视，便会化作石像。在水宫的一侧，2个巨大的石柱下面压着女妖的头像，美杜莎嘴角诡异的笑容更增加了神秘和恐怖感。为何当年建筑师要建造2根美杜莎头像之柱呢？至今仍然是不解之谜。而地下水宫也正因其神秘感被游人所追捧，在土耳其的古迹遗址图谱上熠熠生辉。不得不说，伊斯坦布尔是一个充满烟火气息的城市。走出清真寺宫殿的街头巷尾，看到的就是土耳其人的日常生活。似乎每一个城市都有一条颇具盛名的步行街，它们或经过悠长岁月，或已成为都市潮流的风向标。在伊斯坦布尔也有这样一条步行街，名叫独立大街。
不同于老城区扑面而来的历史气息，独立大街展现着伊斯坦布尔充满自由、活力和现代化的一面。整条街道遍布着音乐商店、书店、美术馆，是文青的聚集地，更是拥有数不尽的土耳其美食的吃货天堂。在街道中间，时不时的还会有红色电车叮叮驶过。叮叮车可是独立大街灵魂一般的存在，也是独立大街最热门的打卡标志。每天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涌到这里，只为与它来一张合影。独立大街就像伊斯坦布尔一样，能品读出多种的味道。它足够的热闹繁华，足够有人文气息，又充满了浓郁的复古气息，装点了土耳其美好的人文生活。在这里，你宛若步行在历史与现代之间，更能直观地感受到土耳其作为世俗化国家的开放与包容。告别独立大街上慢悠悠擦身而过的有轨电车，我们的目光焦点移到了下一站大巴扎的购物狂欢。伊斯坦布尔最热闹的地方要数大巴扎市场了，这可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集市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巴扎。充满着丝绸、地毯、手工艺品的集市，在500多年后依然折射着土耳其人的生活全景。大巴扎的线路错综复杂，至少有50条街道和4000多个店铺，足可以逛3个小时。看到这么多琳琅满目的工艺品，这么多目不暇接的食品，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这里是梦幻的，圆形顶棚、封闭式的建筑，室内大大小小的街道，4000多家小商店，每天数不清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好像这里面就已经是一个世界了。大巴扎这个如今观光意义大于购物意义的地方，是每个来伊斯坦布尔的人必须签到的地方。一个集市映射着一座城市，通过迷宫一般的大巴扎，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文化的缩影。居家不出门，绝不能胡吃海塞；出门到外面耍，则要来者不拒。好吃好喝的一定不能放过。来到土耳其，如果你不吃胖个3斤，怎算来过土耳其？作为东西方世界的交汇点，伊斯坦布尔是各种美食文化交融与碰撞的圣地。丰富多彩的食物在土耳其6500年的历史中酝酿至今，各路小吃从餐馆一直延伸到大街两旁。在这儿，你不用任何期待，就能在下一个转角遇到令人惊喜的美味。这里有数不尽的土耳其美食，选择众多，一定能满足你挑剔的味蕾和饥肠辘辘的胃。如果你是吃货，伊斯坦布尔绝对不会让你失望。下期视频，我们将结束伊斯坦布尔的行程，去到卡帕多奇亚，这个地球上最像月球的地方，也是热气球的故乡。这里有神秘的洞穴酒店，壮丽的卡斯特地貌，巧夺天工的山洞石屋，更有数不尽的当地美食。一路上，我们大家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趣事？记得到时候来看看哦。